对，我知道 DeepSeek 杀爆一堆美国科技公司，但等等，为什么在 Google 搜寻 DeepSeek 的时候也会出现亚马逊啊？它不就是一家电商吗？关亚马逊什么事？等等，如果你还停留在亚马逊是电商公司，那你真的要好好检讨了。再怎么样，你至少也要说出云端2个字吧。何况我们还持续持有亚马逊的股票，你该不会不知道2023年初的时候到底买了什么吧？这家公司到底是怎么跟 AI 沾上边的？它的业务到底有哪些？你一定要把它了解清楚。亚马逊是什么公司？你一定听过亚马逊，或是这段亚马逊的广告影片，甚至有人都在用它买东西。但这家公司为什么能够从一间网络书店变成全球科技巨头？故事要从1994年说起。当时的杰夫·贝佐斯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前途无量。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不得了的数据：网络使用人数每年以2300%的速度增长。这让他意识到，这个趋势他再不跟上真的不行了。但问题来了，他要卖什么？传统零售业的黄金法则是优化有限的货架空间，这也是沃尔玛等巨头成功的关键。但贝佐斯发现，电商没有实体货架的限制，理论上可以展示无限多的商品，而且每多放一个商品的成本几乎为零。于是他决定从最适合网络销售的商品开始，而那个时候，书就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书的种类多达数百万种，但每本书的体积小，标准化程度高，不像衣服需要试穿，也不像生鲜食品有保存期限，所以是完美的电商产品。更重要的是，贝佐斯不用担心该进哪些书，而是把所有书都列进亚马逊的网站，让消费者自己选择。你现在听起来没什么，但这在当时是颠覆性的概念。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这集影片就要跟你分享一开始是网络书店，现在业务多到不知道怎么称呼它的亚马逊，以及我们订阅粉丝们手中的亚马逊股票是否还适合继续持有。当 Amazon 正式上线，这间小小的网络书店开始了它的征战。亚马逊推出后，市场马上就爆了，因为它的优势太明显了，选择更多，价格更低，购物更方便。传统书店受限于货架空间，通常只能摆放畅销书，而亚马逊可以无限列出各种书籍，让消费者找到以前根本买不到的书。更厉害的是，亚马逊不止自己卖书，还让出版社和个人卖家都能上架，这让书籍的种类变得更多，消费者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一本想看的书。这种模式让传统书店根本无法竞争，亚马逊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书店。到了1997年，亚马逊上市，股价开始疯狂上涨，但贝佐斯知道这还只是开始。他不满足于只卖书，因为他清楚，如果这种模式可以改变出版业，那它也可以改变整个零售市场。在征服了书籍市场后，亚马逊开始扩展产品线 ，CD、DVD、电子产品、玩具、家居用品，甚至连食物、服饰都能买到。亚马逊的目标变成全球最大购物平台。但这时候问题来了，如果你要卖这么多东西，怎么解决物流问题？于是亚马逊做了一件改变电商历史的事情，自己建仓库，自己送货。传统电商通常只是中间商，让卖家自行发货，但亚马逊认为，如果他自己来管控物流，就能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配送服务。这就是 FBA 的由来。亚马逊开始在全球建立超过200个仓库，打造自己的物流帝国。这一步棋直接让亚马逊和易北、沃尔玛等对手拉开差距，因为它的送货速度变得比任何竞争对手都快。但亚马逊还不满足，于是他推出了 Amazon Prime 会员制度，消费者只要缴年费，就可以享受免费2日送达、影音串流、音乐订阅等服务，这让亚马逊用户粘性变得比年银版还要黏。这时候，亚马逊已经不是一家网络书店了，它变成了一个无边际的沃尔玛，颠覆了全球零售市场。当亚马逊的电商业务狂飙的时候，没人想到它会进入云端运算市场，并且还成为全球第一。这个故事要从2000年开始说起。当时亚马逊想要帮第三方卖家架设网站，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内部的云端平台来支援这项服务。结果没想到，这套系统效能超强，甚至比大部分企业的伺服器还好用。于是亚马逊灵机一动，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技术卖给别的公司呢？2006年，亚马逊正式推出 AWS， 提供企业云端储存、运算、数据库等服务。这完全改变了全球科技业，
因为 AWS 让企业不需要自己买昂贵的伺服器，也不用养庞大的 IT 团队，只要花钱租 AWS 的服务，就能获得强大的运算能力。这个概念太强了，没几年 AWS 就成为全球市占率第1的云端平台。Netflix、Facebook、Zoom、NASA、美国政府全都在用 AWS。现在 AWS 的营收甚至比亚马逊的电商业务还赚钱，成为这家公司的最大摇钱树之一。亚马逊已经称霸了电商和云端运算，但他的野心还没停。他收购了 Whole Foods， 进军实体零售市场，颠覆传统超市。他推出 Alexa 智慧音箱，让 AI 语音助手走进千家万户。他发展 Project Cube 卫星计划，要跟马斯克的 SpaceX 星链竞争。未来甚至可能进军医疗产业，用 AI 和云端改变医疗生态。亚马逊的产品线有哪些？我们刚刚聊了亚马逊是怎么从一个网络书店变成了一个全球电商巨头、云端霸主。现在我们就来拆解亚马逊的业务，看看这家公司到底赚钱的方式有多少种。首先，亚马逊最核心的业务当然还是电商，但它的电商模式其实不只是一种，而是分成自营电商和第三方卖家。我们先来讲讲自营电商。你可以把自营电商想象成一个超大型的线上百货公司，亚马逊本身就是批发商，先跟供应商买进商品，然后放在自己的大型仓库里，再透过网站卖给消费者。这跟我们一般在沃尔玛、好事多买东西的模式很像，只是亚马逊是全线上操作，没有实体的货架摆设限制，所以它可以卖的东西多到你无法想象，甚至有些你意想不到的商品，像是生鲜食品、家具、汽车零件，甚至工业设备，都可以在亚马逊上找到。更可怕的是，亚马逊一直在用价格战抢市场，只要某个品类的销量够高，亚马逊就会砍掉经销商，自己来卖，然后用超低价格让竞争对手无法生存，最后它变成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亚马逊的压缩毛利战略，牺牲短期利润，抢下市场主导权，等到对手被打趴，亚马逊就可以稳稳地吃下这块市场。但是亚马逊可不是只想当一个卖东西的平台，他更想做的是让所有卖家都来亚马逊卖东西，然后从中抽成，就是所谓的第三方卖家服务。这个模式很像淘宝或虾皮，亚马逊提供一个大平台，让世界各地的商家来上架产品，然后消费者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亚马逊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而且亚马逊还提供仓储、物流配送、数据分析、客服处理等一条龙的服务，让卖家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只要专心把商品卖出去，其他的交给亚马逊处理。这个模式的厉害之处在于，亚马逊不用自己砸钱盖工厂生产，也不怕商品滞销库存一堆，只需要从每一笔交易里抽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根本是稳稳收租的大庄家。而且第三方卖家服务的成长速度超快，现在在亚马逊上销售的商品已经有超过60%是来自第三方卖家。换句话说，亚马逊自己卖的东西反而不到一半。这个生意模式已经变成亚马逊电商收入的一大支柱。第三是实体店家。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亚马逊不是电商公司吗？为什么还要开实体店？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有些东西消费者还是喜欢在线下买，比如生鲜食品。亚马逊在2017年花了137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的高端生鲜超市 Whole Foods， 正式进军实体零售业。这对亚马逊来说意义重大，因为生鲜食品一直是电商最难攻克的一块市场，物流成本高，保存条件严格。但 Whole Foods 已经有一套完整的供应链，亚马逊只要接手，就能直接扩展它的电商版图，甚至让 Prime 会员享有 Whole Foods 的购物折扣，强迫更多人加入 Prime 订阅。除此之外，亚马逊还开了无人商店 Amazon Go， 消费者走进去，拿了东西就能直接走出来，完全不需要排队结账，因为系统会自动计算你拿了哪些商品，直接从你的亚马逊账户扣款。这种无人零售技术，未来可能会彻底改变实体店的玩法。第四是订阅服务。如果说亚马逊有什么最厉害的生态圈策略，那一定是 Amazon Prime。这个会员服务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让消费者享受免费2日送达，但后来亚马逊开始不断加码，加入电影、影集、音乐串流、电子书借阅、游戏等一大堆服务，变成了一个娱乐加电商的会员方案。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2亿人是 Prime 会员，这些人平均每年在亚马逊的消费金额比一般用户高出2倍以上。因为当你已经付了会员费，你当然会更愿意在亚马逊买东西，
这样才划算。这种绑定消费者的方式，让亚马逊拥有了一批忠实客户。哇，亚马逊又多了台印钞机啊！第5是广告业务。说到数位广告，大家都会想到 Facebook 或 Google， 很多人不知道，亚马逊其实已经成为全球第3大网络广告公司，仅次于他们。因为亚马逊的网站流量实在太大了，商家们都想让自己的商品排名更高，所以亚马逊推出了站内广告服务，让商家可以花钱买关键字，让自己的产品出现在搜寻结果的最前面。这个模式跟 Google 的搜寻广告几乎一模一样，但转换率更高。因为来亚马逊的用户已经是准备买东西的状态，所以广告效果超级好，这也让亚马逊的广告收入这几年爆炸性成长。第6是企业云端 AWS。Amazon Web Services 这块业务每年帮亚马逊赚进超过800亿美元。AWS 的客户从 Netflix、Facebook、Airbnb 到政府机构、银行，全部都仰赖亚马逊的云端服务。这也是为什么亚马逊的财报每次 AWS 表现亮眼，股价就会狂飙。亚马逊很有名，这你我都知道。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成为亚马逊的股东，一起搭上顺风车？好比说，我们2023年的股票波段教学文章里面，就有以技术面教你该如何用简单的切入亚马逊这档全球罕见的好公司，并且长期持有直到它出现衰败的现象。衰败的现象也许是出现在技术面，或是筹码面，也可能是基本面。其中最容易被大众所学习的进出场方式就是技术面，其次才是筹码面。这2个面向也是我在微股利教学平台上致力于协助粉丝们的方向。毕竟要买股票，只需要滑鼠手机点几下就买好了，但是要怎么出场出得漂亮，每抓对一波行情都是赚倍数，那就需要相当的功力。就以亚马逊为例子，到目前为止都是以45度脚缓步往上推进，股价没有任何明显的停滞迹象，筹码也没有明显转弱的现象，也就是技术面加上筹码面，到影片上架为止都还没事。那以我们波段操作的基本观念，就是无脑续报，不用自己脑补瞎掰各种恐怖的剧情把自己吓出场。它没坏掉就不用丢掉。亚马逊的主要竞争对手，从刚刚的介绍就能了解到，亚马逊的业务实在非常多，而且各块饼都非常大。在商场上，饼够大，就肯定有不少竞争对手。首先，我们来看电商。亚马逊的起家本业就是电商，所以它最直接的对手，当然就是那些传统零售巨头和新的电商平台。第一个竞争对手是沃尔玛。在美国，沃尔玛的实体店几乎无处不在，光是美国境内就有超过4500间店面。这意味着消费者永远可以选择直接去店里买东西，而不一定要等亚马逊的包裹送来。尤其在生鲜食品、日常用品这类产品上，沃尔玛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沃尔玛也意识到，光靠实体店已经不够了，于是大力发展线上业务，甚至推出 Walmart Plus 会员服务，对标亚马逊的 Prime， 提供快速配送、影音串流等增值服务。第二个竞争对手是eBay。虽然eBay和亚马逊都是电商，但他们的模式完全不同。eBay 主要是一个 C2C 平台，让个人卖家可以自由贩售二手商品，而亚马逊则更像是一个大卖场，以 B2C 模式为主。不过，亚马逊也没有放过这块市场，推出了亚马逊二手商品区域，甚至允许消费者买回收的电子产品、二手书等，直接和eBay抢生意。第三个竞争对手是 Shopify。近年来，越来越多品牌开始不依赖亚马逊，而选择自己开独立的电商网站。这时候 Shopify 就成为亚马逊最大的对手之一。Shopify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平台，让企业或个人可以轻松架设自己的网络商店，不用受限于亚马逊的规则，甚至不用分润给亚马逊。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让越来越多品牌开始从亚马逊撤出，转向 Shopify。亚马逊也发现这个趋势，于是推出 Buy with Prime， 让品牌在自己的网站上也能使用亚马逊的物流系统，来降低 Shopify 的威胁。云端业务的对手，第一个是微软。虽然 AWS 是云端界的霸主，但微软 Azure 绝对是不能轻忽的对手，尤其是在企业市场。微软拥有 Office 365、Windows Server、SQL Server 等一整套企业软体，这让 Azure 在 B2B 市场拥有强大的竞争力。而且，微软拿下了美国政府的大型合约，像是五角大厦的 JD 计划，虽然后来被取消，但仍然展现了微软在政府市场的实力。第二个对手是 Google Cloud。Google 云端虽然是占率比 AWS 和 Azure 低，但它的 AI 和数据分析技术却是一流的。许多大企业
特别是那些依赖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公司，会选择 Google Cloud 来搭配 AWS， 因为 Google 的 AI 工具像是 TensorFlow、BigQuery 都相当强大。亚马逊也知道 AI 会是未来的关键，所以也开始大力投资 AI 产品，推出自己的 AI 服务，像是 Amazon Bedrock 和 Amazon SageMaker 来对抗 Google Cloud。串流媒体的部分，第一个主要对手是 Netflix。Netflix 完全以内容为王，无论是纸牌屋、怪奇物语、鱿鱼游戏，它的自制剧几乎步步爆红，让观众愿意订阅。而亚马逊的 Prime Video 则相对偏向附加价值，更多是 Prime 会员的额外福利，而不是核心吸引力。不过，亚马逊也不断投入影视制作，像是花10亿美元拍摄《魔戒：力量之戒》，就是想要抢夺 Netflix 的市场。第二位竞争对手是 Disney Plus， 迪士尼手上握有漫威、星际大战、皮克斯这些超强 IP， 吸引大量家庭和青少年订阅 Disney Plus， 而且它还和 Hulu、ESPN Plus 整合，打造更完整的内容生态系。亚马逊为了对抗 Disney Plus， 甚至买下了米高梅影业，试图提升 Prime Video 的竞争力。听到这里，你应该发现了，亚马逊的竞争对手绝对不只是卖东西的沃尔玛、eBay， 而是涵盖了科技、娱乐、云端等各大领域的巨头。这也是为什么亚马逊不能停下脚步，必须不断创新、不断扩张。未来，这些巨头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特别是 AI 和云端领域的竞争，可能会是决定未来10年商业版图的关键战场。散户之所以没能稳定获利，说到底还是因为交易心态不健康，大多凭感觉凭一股不认输冲劲，没有依照固定的进出场逻辑。现在已经有方法帮您解决这种问题，就让超直觉软体协助你在盘中更快速的判断吧。不会看筹码，不会看转折，不会看承压，不会看强弱，就让软体给你提示。不用绑在电脑前面，电脑、平板、手机各种装置都随时打开来使用。全新优惠活动将在2月26号推出，老粉丝们都知道，活动都是限时且限量，而且只要在优惠期间订阅软体与每周线上教学的礼包，你将不受优惠活动结束后价格涨回原价的影响，永远享有最优惠的价格，并且可以优先参加3月免费的线上讲座哟！点击资讯栏里的连结，抢先卡位吧。好了，以上就是亚马逊的介绍。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不盯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